疾管署资料写得很清楚，汉他病毒肺症候群致死率可高达35%到50%。如果病情进入这种严重形态，风险不是小感冒等级，而是每3个重症患者里可能就有1个以上死亡。疾管署资料也指出，汉他病毒肺症候群死亡原因多数与呼吸衰竭有关。更麻烦的是，感染初期可能只是发烧、肌肉酸痛、肠胃不适，看起来很像普通感冒。真正暴露在风险里的时间点，也可能不是看到老鼠那一刻，而是看到鼠粪之后，直接拿扫把清理，让可能受污染的粉尘被扬起来。一旦鼠粪、鼠尿被扫起来，污染粉尘就可能进入空气中，清理的人也会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下。台北这场鼠患，如果继续被当成笑话、政治攻防或几张网络梗图，真正被忽略的就是城市里正在累积的公共卫生风险。最近台北鼠患的讨论已经不是单纯的街头传闻，路边有老鼠，市场附近有老鼠，餐饮区周边有老鼠，社群上也陆续出现各种影片，甚至连媒体工作空间也传出老鼠出没的画面，像是东森关键时刻副控室出现老鼠的影片，就在网络上引发讨论。这类影片不一定能直接证明全台北鼠量暴增，但它反映出一件事，老鼠已经不只是躲在阴暗巷弄里的问题，而是开始进入更多人的日常视野。公视报道提到，台北今年初曾出现汉他病毒死亡案例，近期又有民众在市区多次目击老鼠出没。台北市环保局表示，已经进行环境垃圾处理、鼠洞填补、捕鼠笼设置等防治措施，后续也启动全市清消，首站从中山区开始。问题在于，鼠患讨论一度被拉进认知作战的政治攻防里。网络照片如果不是台北，当然应该查清楚。有人拿错照片带风向，也必须厘清，但民众确实在生活圈看到老鼠。台北市也已经启动清消、防鼠、防治措施，这件事就不能只用一句认知作战盖过去。公共卫生不能等政治口水炒完才处理，鼠患从来不只是市容问题，背后牵涉的是垃圾、厨余、排水沟、建筑孔洞、地下空间、餐饮环境，还有可能跟汉他病毒这类鼠媒疾病连在一起，这才是这支影片要讲的重点。汉他病毒不是新病毒，也不是最近才突然冒出来的东西，它主要存在于鼠类等啮齿类动物身上。带病毒的老鼠外表不一定看得出异常，但尿液、粪便、唾液可能带有病毒，人类可能因为吸入或接触到被鼠类排泄物、分泌物污染的物体与尘土而感染，也可能因为遭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伤而感染。疾管署资料也提醒，汉他病毒症候群主要经由携带病毒的鼠类传播，防治重点就是落实不让鼠来、不让鼠住、不让鼠吃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细节，感染风险不一定来自老鼠咬伤，真正容易出事的是鼠粪、鼠尿，还有被污染的灰尘。很久没整理的仓库、地下室、杂物间、车库、天花板夹层、管线间，如果已经有鼠类活动痕迹，直接使用扫把或吸尘器处理，就可能让污染物扬起。一旦鼠粪、鼠尿被扫起来，污染粉尘就可能进入空气中，清理的人也会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下。汉他病毒症候群大致可以分成2类，一种是汉他病毒出血热病肾症候群，典型症状包括突发高烧、下背痛、皮肤或黏膜出血、肾脏功能异常，致死率约 5% 到 15%。另一种是汉他病毒肺症候群，典型症状包括发烧、肌肉痛、肠胃不适、咳嗽或呼吸急促，后续可能导致呼吸窘迫及低血压。疾管署资料写得很清楚，汉他病毒肺症候群致死率可高达 35% 到 50%， 这个数字就是今天影片最需要被记住的地方。平常听到老鼠，很多反应只是觉得恶心，听到鼠粪也常常只是觉得脏，但清理方式错误，暴露在受污染的环境里，后果可能不是擦干净就结束。更麻烦的是，汉他病毒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一般感冒或肠胃不适，发烧、肌肉酸痛、头痛、腹痛、呕吐、疲倦，这些症状第一时间不一定会被联想到鼠媒疾病。如果近期出现清理鼠粪、鼠尿、进出地下室、仓库、市场、厨余区等状况，后续又出现发烧、肌肉酸痛、肠胃不适、呼吸喘、尿量减少，就医时必须主动说清楚接触史，是否清理过鼠基，
工作地点或住家附近是否出现老鼠，是否进出仓库、地下室、防火巷、排水沟附近，这些资讯如果没有主动提出，医疗端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掌握风险方向。历史上最有名的鼠患相关灾难就是欧洲黑死病。黑死病不是本片的主题，但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清楚的警告之一。鼠患、跳蚤、病原、肮脏环境、人口密集，只要串在一起，就可能把城市推向灾难。世界卫生组织说明，鼠疫是由鼠疫杆菌造成，通常存在于小型哺乳动物与其跳蚤之中。人类可能因为感染跳蚤叮咬、接触感染动物或吸入肺鼠疫患者飞沫而感染。台湾疾管署英文资料也说明，鼠疫是影响啮齿动物的人畜共通传染病，可经由跳蚤从啮齿动物传给其他动物和人类。这段历史放在今天来看，重点不是把台北说成中世纪欧洲，重点是鼠患从来不是单纯看到老鼠很恶心而已。城市里出现老鼠，背后通常代表更多问题。垃圾没有处理好，厨余没有及时清运，排水沟与地下室有躲藏空间，建筑物缝隙没有封补，餐饮区域留下食物来源。这些东西单独看好像都是小事，一旦串起来，就会形成鼠患扩大的条件。黑死病真正给现代城市的警告，不是老鼠一定会让台北爆发瘟疫，它真正提醒的是，病媒、环境和人类生活圈只要重叠，城市就会开始累积风险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巷口看到一只老鼠，接着是市场附近变多，再来是餐饮区、防火巷、地下室、仓库出现鼠迹，最后当鼠粪、鼠尿、厨余、排水沟和人类活动空间交错在一起，公共卫生风险就不再是新闻上的抽象名词，而会变成住家楼下、办公空间、餐饮店面、通勤路线和每天经过的市场。这就是台北鼠患不能只当成梗图看的原因。现代人对灾难很冷漠，没有发生在生活圈里，就觉得只是别人的新闻。老鼠跑在路边，反应可能只是拍影片；市场有鼠迹，反应可能只是说环境很脏。新闻炒几天，注意力很快转向下一个话题，但疾病风险不会因为新闻热度消失而消失。黑死病离现代台北很远，可是留下的教训很近。城市卫生一旦失控，危机不会先通知。本频道不会把台北说成黑死病现场，但也不能把它淡化成几只老鼠的小事。真正危险的是老鼠已经出现在生活圈里，公共讨论却还停留在政治攻防。政治可以吵，照片可以查，但厨余要清，鼠洞要补，排水沟要处理，公共区域要消毒，餐饮环境要管理。这些事情不做，风险就会继续堆高。一般人现在该怎么做？重点其实很清楚，看到鼠粪，切记不要徒手清理，也不要直接使用扫把或吸尘器。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先打开门窗通风，戴上口罩与橡胶手套，再使用稀释漂白水消毒污染区域。清理完成后，污染物要密封丢弃，手套也要妥善丢掉，最后再用肥皂彻底洗手。如果现场污染很严重，例如大量鼠粪、死老鼠，天花板或管道间有明显鼠患，这种情况应该找专业病媒防治业者，或通报相关单位。家中日常产生的厨余需要及时处理，不可以放过夜。如果无法立刻丢出家门，至少也要密封。干粮、米、面、零食、宠物饲料也要收进密封容器。很多住家只注意厨余，却忽略宠物饲料，但这些都是老鼠可能利用的食物来源。只要食物来源一直存在，防鼠效果就会被打折。门缝、墙角、管道孔、冷气孔周边、排水孔、墙面破洞，只要可能让老鼠通过，都要处理。小缝可以使用填缝胶，比较大的孔洞可以使用发泡胶、金属网、防鼠网材，或请师傅协助封补。如果同一栋楼反复出现老鼠，不应只在单一房间放粘鼠板，房东、管委会、邻居需要共同处理。鼠患很少只靠一户人家就能完全解决，餐饮业者更要提高标准。后门、厨余桶、排水沟、仓库、食材存放区，这些是最需要检查的地方。厨余桶需要确实加盖，食材也要离地保存。如果包装破损，就要立刻处理。收店之后更不能留下食物残渣，否则这些地方都可能变成老鼠反复出没的原因。店内如果有鼠迹，不应只把表面擦干净，而是要追查老鼠从哪里进来，食物来源在哪里，躲藏空间在哪里。一般家庭也不建议随便乱放老鼠药，位置不对时，老鼠可能死在天花板、墙壁夹层或管道间，后续可能出现恶臭、虫害，甚至更麻烦的清理问题。家中有小孩或宠物，也要考虑误食风险，真的需要用药，建议让专业人员评估。这次台北鼠患真正给出的提醒，不只是老鼠很恶心，它提醒的是
城市安全不只在军事上，厨余管理、排水系统、地下空间、老旧建筑、病媒防治，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东西，平常没人在意，一旦失控，也会变成灾难的一部分。台北鼠患如果继续被政治口水盖过，真正吃亏的是一般市民。汉他病毒肺症候群35%到50%的致死率，不是拿来装饰标题的数字。他提醒的是，有些风险平常看起来很远，一旦发生在生活圈里，代价可能非常高。黑死病也不是拿来硬套台北的历史故事。他提醒的是，当城市环境、人类生活、动物病媒和疾病传播条件连在一起，灾难不会先通知，它只会从最轻忽的地方开始。本频道讲危机，不是要让社会每天活在恐慌里，而是把那些被忽略、被淡化、被政治口水盖掉的风险摊开来讲清楚，公共卫生风险就不会因为社会不讨论而消失。这支影片可以分享给家人、同事，尤其是住老旧公寓、做餐饮、常进出地下室或仓库的人。这些资讯平常看起来用不到，真正遇到的时候，知道正确做法，就可能少一次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下的危机。